当众被男神的兄弟表白，我急哭了。可当我求助人群中看热闹的男神，他转头就走。后来我真的和他兄弟在一起的时候，男神急了，他拉住我，苦口婆心，当初他对你表白是我们的大冒险而已。我笑了，答道，那我们的相遇还要谢谢你的大冒险。宋青青，别喜欢白毅了，我们试试，可以吗？司锦慈清冷的嗓音没有任何情绪。当众被男神的兄弟表白，我急得不行。看着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的脸红的好像能滴血，咬着唇，将颤抖的目光投向人群中的白毅。然而白毅双手插兜，眼神冷静，没有一丝要动的意思。场面一度干住，我低下头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兄弟，宋青青可是追了白毅3年啊。对啊，这么明显，你还看不清楚吗？他怎么可能答应你？他当舔狗不是1天2天了，怎么可能放弃？这个时候，热心的吃瓜群众开始劝司锦慈，可每一个字都像是刺向我的刀子。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议论的声音很大，像无数的蚊子叫。我被围在中间，很难堪。闭嘴！或许是看出来我快哭了，司锦慈冷冷地喝了一声周围的人。我这人没见过什么大场面，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这样抓马剧情的女主角。被人当猴子一样看的感觉真的很难受，而比这让我更难受的是白毅无动于衷的态度。哎呦，白毅那么优秀的人肯定不喜欢他呀。是啊，还看，我都替他尴尬。他一个女孩子这么死缠烂打，本来就脸皮厚。因为我没说话，周围几个酸溜溜的声音听得特别清楚。我提着奶茶的手不由得紧了紧，鼻子也跟着泛酸。说来可笑，这是10分钟前我给白毅买的，放在现在就像扇向我的一个耳光。是啊，像白毅那么优秀的人不会喜欢我，哪怕我们是青梅竹马，哪怕我一直陪在他身边，哪怕我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，他都没有回头看过我一眼。我很笨很傻，但我以为只要我拼命跑，总有一天能跟上他的。白毅，我应该答应他吗？我声音闷闷的，但我忍着没有让泪掉下来。显然没想到我突然问这么一句，白毅愣了一阵，周围突然死一般沉寂。我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。拜托，拜托，一定不要给我肯定的答案。我承认，这一次我有赌的成分。我想，虽然白毅不喜欢我，可他不是个狠心的人，至少不会那么残忍。我只要一个台阶，一个台阶下。当对上他那漆黑的眸子，我就后悔了。瞬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拽着衣袖的手也一点点松下。他挺好的，不过你想不想答应，不应该问我。白毅别过头，曾经在我看来那么精致完美的侧颜，现在只有陌生。思虑了几秒，他转头就走。短短几个字，断了一切。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很给面子了。但是今晚的灯太亮了，周围人火辣辣的目光刺得我好痛。我以为他起码会敷衍我一下，入耳的却是这样一句话。心脏传来的一阵阵痛感，将白毅说的一字一句深深地刻向我的脑海。妈妈总说让我向白毅看齐，他就是家长口中别人的孩子。我以前觉得这是对的，但是现在觉得他太冷血了，像个机器人，没有感情的机器人。他走了，什么也没管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可笑。司锦慈，我答应你了。我努力地扯出一个笑脸，我知道一定很难看，但这个时候应该笑的吧。想哭就哭，别这么笑，我不喜欢。司锦慈眼眸乌沉沉的，她漆黑的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，白皙的皮肤，绯红的唇，棱角分明的轮廓，能让人能感受到那冷傲又孤清的气质。听到我同意的答案，他好像并不在乎，眼睫低垂，漫不经心地站在一旁。这么帅的人竟然会向我表白，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做梦都应该笑醒，但是我现在就是好想哭。本来可以忍的，但是一有人安慰就憋不住了。不知道那天是哪来的勇气，我踮起脚尖，勾住了司锦慈的脖子，把头埋在了他的颈窝，眼泪决堤而下。放手。司锦慈语气不太好，但是没上手。我不。我小声嘀咕，用只有我们2个能听见的声音。其实他有点凶，我以前挺怕他的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，毕竟是因为他表白造成的这种局面，他要负责，
更何况我现在好像还是他女朋友。我再说一遍，放手。司锦慈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，但是还是没上手。我不，话还没说完，我就主动放下了手，因为我袖子上的零件有血迹，我好像刮到他脖子了。完了，我好像又坏事了。对不起，我把手放下来之后，哭得更厉害了，好像所以委屈全部集中在一刻爆发。我不是因为司锦慈凶我，可是他好像误会了。宋青青，我不会哄人，也不哄人。司锦慈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想接着和司锦慈解释来着，可是喘着粗气，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过了一会，我感觉自己的手被禁锢住了，原来是司锦慈接过了我的手，他的手很凉，我吓得想躲，但是没有抽出来。他微微弯下腰，低头把我的手臂再次箍上了他的脖子。看着眼前司锦慈等比放大的精致五官，我吓得立马止住了泪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愣着眨了眨眼。你干嘛？他突然离这么近，我害怕。满意了就不许哭。司锦慈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。我真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以为是不给我够，我才哭的。我想他一定是误会了，但是我不敢说。看着面前人微微蹙起的眉头，如果我告诉他，他现在这个行为是自作多情，我怕他伤我。我委屈巴巴地应了一声。司锦慈的脖子被我刮出了一条长痕，创可贴不能横着贴，我竖着给他贴了5个。看着光洁的皮肤上突然出现这么一大片歪歪扭扭的创可贴，我突然很不好意思。这个给你，新的。我把奶茶递给司锦慈，虽然我很想好好补偿他一下，但是现在手边没有更好的东西。司锦慈瞥了一眼，并没有接过去。他本来侧头方便我贴创可贴，现在好像突然没了耐心，站直了身体。他个子很高，站直了我根本够不着。哎，你。宋青青，喝奶茶10分糖的人是白毅，不是我。司锦慈低着眼看我，从表情能看出来，他现在应该很不爽。还有，我司锦慈找的是女朋友，不是保姆，别用对他那套对我。保姆？我不是。我执拗地反驳，但是没什么底气。我什么都比不上白毅，所以会想为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我不是保姆，不是的。宋青青，你要做我女朋友的话，想清楚，我不是白毅的替补品。司锦慈说完抿着唇，一言不发，好像是在等我的答案。我知道。我低下头不敢看他，开始掐手心。我觉得有点委屈，但是我不敢跟他矫情。我也没有把他当成白毅的替代品。我不喜欢自己女朋友和别的男的纠缠不清。我僵硬地点了点头。你要是连这个都做不到，倒是没必要答应我谈恋爱。或者说，你刚才答应完全是逗我玩。啊？我连忙摆了摆手。其实刚才答应他确实是因为头脑一热，也许是因为下不来台，也许是因为想报复白毅，也许就是当时太想哭了，而他就在身边。等了半天不见我答复，司锦慈没有多余的话，直接打算离开。我急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？听到之后他笑了，好像是被我气笑了。宋青青，真有你的。他没有再多停留，也没给我回复，直接就离开了。我有点失落，因为对我和白毅的关系，我确实还要点时间要再整理整理，至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。司锦慈说的没错，我现在这个样子确实不像个合格的女朋友。晚上我就收到了无数信息轰炸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和司锦慈在一起的消息。青青，你到底怎么拿下司锦慈的？司锦慈真的很帅，你们真的在一起了？你不是喜欢白毅吗？劝都劝不动，现在开窍了。我好烦，这该死的八卦传播速度。我突然想到，连我都这么困扰了，那司锦慈不是会被更多人戴有色眼镜看？从前我被说作舔狗，供人谈笑，现在还把他一个无辜的人拉下了水。我突然好恨自己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被别人当小备胎，当了那么多年。哦不，或许连备胎都不能算。白毅但凡有一点喜欢我，他怎么舍得？我们2个幼儿园就认识了，他优秀耀眼，我平凡普通，我要怎么样才能追上他呢？不过都是在给他徒增烦恼罢了。他没错，错的一直都是我。
我怎么到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？我倒是应该谢谢他，一直这么明确的拒接我，一点面子也不给。宋青青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别人表白你就答应，你就这么随便？白毅发来这条消息的时候，后面又连着发了3条语音。他很少生气，更别说爆粗口，对我一直是不咸不淡。我不知道他这次突然是怎么了，可我一点也没觉得开心。不是你说挺好的吗？我也觉得挺好的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傻？以后不会再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难得的白毅消息回得那么急，想想我都替自己觉得不值，真的就挺让人难过的。我没继续和他重复这个话题。明天早上见一面吧，8点我来找你。我明天不想吃早饭。我忽然能理解司锦慈说的保姆是什么意思了。晚上我把所有有关白毅的东西都拿了出来，包括他落在我这里的，送给我的，把有用的整理成了一个纸箱，没用的都捡去扔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呼哧呼哧地搬着纸壳箱去找白毅。就在我快累给狗，弯着腰在楼梯口偷闲喘口气的时候，碰上了正准备下楼的司锦慈和他的几个朋友。四目相对，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逃。不过我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啊。嫂子是吧？来找锦慈哥？哎呦，何必亲自过来？有事叫我们过去就是了。给他送东西啊？这么重，我们来帮你。几个高高的大男孩很热情，说着就夺过我手里的东西。我连反抗都没来得及。哎，我要送哪？他们帮你就是了。司锦慈站在中间，他们现在应该正打算出去玩。我感觉他心情还不错。他们好像误会了，但是我要这个时候说我是来找白毅的，不就是打司锦慈的脸吗？我站在原地，死死咬着唇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嫂子，你要拿哪儿去啊？一旁的男孩又问了一遍，几双直勾勾的眼睛盯得我想当场去世。别跟我说你来找白毅。司锦慈这一句话给我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很平静地看着我，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生气了。我真该死，晚10分钟来就好了。明明没做亏心事，但我就感觉很对不起他。我咬了咬牙，视死如归地点了点头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。还有什么比这种公开处刑更可怕的？要不还是还给我吧。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想把箱子要回来。我甚至不敢抬头看司锦慈的反应。啊，对，刚好我们有事。嫂子，你自己先去吧。开口的瓜子脸男孩说着就要把箱子递过来，我还没接到，就被率先横在我面前的那只手截下。不是拿不动吗？我陪你去。我顺着那只修长的手向上看，找到了声音的来源。哦，好。我心虚的立马低下了头，从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司锦慈棱角分明的下颌线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心跳得那么快。现在名义上他是男朋友，我却在他兄弟们面前让他这么丢人。把东西送到之后，司锦慈没有进去，而是在门口等我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，进去吧，我最多给你10分钟。他的眼睛又黑又亮，这像威胁又像警告的话语，怎么反而让我觉得心安？保证完成任务，你别生气，等我出来和你解释。宋青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白毅抬眼看我，问道。就是一些你的东西，你看看有用的就留着，没用的就扔了。说不难过是假的，但是这一刻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跟我划清界限？他质问我，但是也没有很在意的感觉。不是，跟你道歉。以前确实是我不懂事。我说话的时候无比冷静，昨天打的副稿也没有卡壳。你有胃病，一定要吃早饭，别那么任性，不要再挑食了，蔬菜一定要吃。阿姨给你打电话，记得要接，这样就不会打给我了。不要经常熬夜，不要学习到太晚，糖也要少吃，也别吃什么都要那么甜，跟老妈子一样，念叨完一大堆。我看向白毅，他眉头紧锁，像是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人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念叨这些了，你解放了。我冲白毅勾出了一个甜甜的笑，就像小的时候，每一次我见到他都会笑。到了这一步，他才终于有点认真了，说：宋青青，又不是小孩子，你别赌气，没意思。我抬手看了看表，还有1分钟，马上要到时间了。从小到大，你都这样，你知道的对我没用。白毅嘴上还是很无所谓，
但他说话的时候站了起来。还有，别为了报复我就随便恋爱，对谁都不好。我没怎么认真听白毅说话，看着秒针一圈一圈地转。就这样吧，我自认为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所以打算离开，可没能走掉。白毅单手把我拉了回来。宋青青，我说的你听清楚了吗？因为很着急，我直接甩开了白毅的手。这一下，我们两个都愣住了。对不起，我下意识的道歉。宋青青，你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干嘛？我看了一眼表，时间过了，心里没由来的有些窝火。我的人生又不是只能有他白毅，我又不是为他而生的，凭什么要这么自以为是？我很清楚，我这次来就是想和你说，我有男朋友了，不会再烦你了。我没继续和他分辨，跑到了门口，可本来倚靠在门口的背影不见了。还是走了吗？我叹了口气，重新回到了白毅寝室，把手机递给了他。司锦祠的号码，帮忙给我一下。白毅站在原地，有点不可思议。你认真的？不然呢？我反问。你别傻了，你以为他也是认真的吗？白毅语气有点恨铁不成钢。你什么意思？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打算转头离开。他跟你表白，只是我们的一场大冒险而已。宋青青，你怎么总是这么不让人省心？白毅的话像一道电流一样，让我头皮发麻。一句话就让我万劫不复。只是大冒险吗？我能感觉到大脑此刻在飞速运转，强迫我接受这个消息。那现在我算什么？跳梁小丑吗？我是有打算和司锦祠认真谈恋爱的，毕竟我都答应人家了。可现在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人家只是玩游戏而已，只有我一个人当真了。所以前几天那么尴尬的处境，都是你们的游戏，你们的恶作剧。我鼻子很酸，想哭但是忍住了，有一口气憋在心里，不知道是对白毅的还是司锦祠的。我怎么这么笨，被人耍得团团转，还帮人数钱？我也没想到你会答应。白毅回复的声音很小。你竟然没阻止？我真的是生气到发不出来脾气的程度。所以都是假的吗？跟我表白，给我定规矩，让我做他女朋友。在我那么无助的时候，伸出来的一双手，却是陷我入沼泽的假象。那之前的奶茶算什么？刚刚的生气算什么？我再没心情理会白毅，想现在就找司锦祠问个明白。青青，今天的这些话，我可以当作没听过，你也去好好和他说清楚吧。我看了白毅一眼，气也不打一处来，故意膈应他，不用了，我心甘情愿被骗。那我们的相遇，还要谢谢你们的大冒险。一连过来好几天，我都没有再和司锦祠有联系。他没来找我，我也没去找他。可是心里就是有一口恶气吊在那，没忍住，我还是去找了他。几天不见，他那双眼还是一如既往的黑亮。一想到竟然被他那么耍，我眼泪就不争气的落了下来。他还真是会演，之前搞得和真的喜欢我一样。我这人对待感情很较真，不然也不至于这么多年吊在一棵树上。站在他对面，我都感觉要喘不上来气。你就这么爱哭？没一次见我不哭。司锦祠想抬手给我擦眼泪，我躲开了。他怎么还敢，还装？恶作剧一个女孩子这样的事，一点也不觉得虚吗？啪！司锦祠很高，我鼓足了劲扇了他一巴掌。放下来，手都在抖。他微微被打得偏过了头，我看不清他是什么表情。很好玩吗？逗我很有意思吧？我鼻音很重，一边说眼泪一边掉。骗得我团团转，看着我为你去找白毅，很有成就感吧？司锦祠用大拇指蹭了下唇角，手掌的印子在他白皙的脸上特别明显。我预想过很多种结果，连他还手这种都在预料范围之内。毕竟他脾气不好，也不温柔，很凶。宋青青，你让我等你，给你时间，我等了1个星期，连个信都没有。说清楚，谁斗谁？他显然有点生气了，眼睛危险地眯起来，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。我从来没想到过他会这么说，好像现在被耍了的人是他一样。我都没委屈，他怎么能委屈上了？我都已经知道他在骗我了，当然不会继续傻了。开玩笑的话，我怎么敢当真？真心话大冒险很好玩吧？我迎上他的目光，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凶一点。他顿了一下，反应过来，表情很无奈。要命了！
他擒住我的手，一把帮我圈在了怀里。撞在他怀里的时候，我还一脸懵。淡淡的洗衣液的清香。你这几天就是为了这个？他问我，配合的点了点头，觉得被我骗了，所以才没来找我，觉得是被我们耍了。难道不是吗？我瞪他，得到肯定的答案，我能明显感觉到他松了一口气。渣男！我紧接着骂了他一句。我没骗你，我认真的。他正了正神色，这次不是大冒险，我也可以再问一次，能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气势汹汹的来找他算账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结果。所以我气了这么多天，白气了？我要疯了。你不会是因为想和我谈恋爱，以为被骗了才这么生气的？我能感觉自己的脸发烫，根本不敢看司锦词。我低着头，不好意思的把脸埋在了他怀里，以至于后来司锦词想抬起我的脸，好几次都没成功。好了，这样的话我就当你答应了。听到头顶传来的声音，我本能的把头抬了起来，唇上一软，司锦词低下头，蜻蜓点水似的吻了我一下。我震惊的捂着嘴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抬眼就对上他笑盈盈的眼睛，视线又从眼睛移到了他的唇上。别看了，再亲，我怕你把头埋地上，我可拉不出来。他笑着调侃我，让我更加无地自容。我伸手要打他，被他老鹰捉小鸡一样给制住了。别打了，脸疼。我怎么从这清朗的音色听到了暗爽的味道？你有什么可委屈的？该委屈的是我好不好？我皱眉头反驳他。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你还一直给我戴绿帽，气着了。他解释，一会骂我保姆，一会说我给你戴绿帽，话都给你说尽了。司锦词，真有你的。我学着他的话呛他，他没答话，笑了，阳光洒在他额际的碎发上。我问司锦词，有人说过你很帅吗？有。那以后再听见，不许理他们。以前也没理。司锦词捏了一把我的脸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我们正式恋爱的一个星期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是一张昨天我和司锦词的合照。发布不到5分钟，我收到了白毅的信息。下来，我在楼下。他怎么会来？我套好外套，下楼去找他。已经秋天了，他就穿了一件卫衣，应该来得很急。这么冷，你来干嘛？没事就快点回去吧。我招呼着他。你真的谈恋爱了？他嗓音有点哑。我点了点头。司锦词其实人挺好的，真挺好的。我知道。我有点不明所以，但是还在耐心听他说话。他想了一会，忽然开口问，青青，是因为那次表白我没有解围，所以生我气了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可能是的吧，也可能不是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不是稻草的错，谁知道呢？我说完，感觉他情绪有点不太对。你怎么了？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。青青，我觉得后悔了，真的。你说，要是那天我站出来让你不要答应他，是不是结果会不一样？白毅看着我，他的语调很轻松，但我感觉他笑得好苦。我不知道，你从来没那么做过，不是吗？我没什么表情，答得也很平淡，但是句句属实。他唇色泛白，我知道这样不对，可这几天我觉得好难过。青青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我觉得心口很闷。你觉得是因为我吗？我和司锦词？我问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白毅很颓，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手足无措的样子。我曾经呢，真的很喜欢你，可是无论我怎么跑，都追不上你。我以为是我太慢了，其实是你从来都没有等我。我们并不相爱，所以每一步我都走得很难。你曾经真的是我仰望的角色，没有人能胜过那时候的你。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你，你也做不到。我一字一句说得很慢，能看见白毅的眼眶湿润了。很遗憾啊，我追了那么久都没拿下的男孩，应该是我们无缘，更适合当朋友吧。我其实真的释怀了，不然也不会和白毅这么坦然。我展开双臂，最后抱了抱他。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不是喜欢，而是习惯。是我以前缠你缠得太紧了，所以突然一下子离开，会让你不习惯。我们可是青梅竹马呀，我们那么熟悉对方。对不起啦，可我们都会长大，也都会疏离，即使我以后嫁人了，我们还会是好朋友，很好的朋友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白毅问。
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但也只能这样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背，我从来不骗你。我相信你。希望如此吧，也希望他能适应，慢慢改掉对我的习惯。我无意瞥到墙角那半个后脑勺，心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否则，我觉得我家里这个这么爱吃闷醋的，迟早自己把自己气死。然后等着我发现。送走白毅之后，趴墙角的才全部都出来了。没想到是竟然不止一个，和上次我抱箱子的场景简直如出一辙。嫂子，我们就是路过。嗨，还真是不巧，没打扰到你吧，嫂子？哎，头疼。呵，司锦慈冷嗤了一声，你还敢吵，是吧？嫂子每次出轨，你们都能碰上哈，确实不巧哈。我勾上司锦慈的手臂，和他们开起玩笑。所以现在请大家吃饭，以表诚意。男主视角一你好，不加联系方式谢谢。我礼貌地拒绝。不是，我想请问白毅在哪个寝室？第一次遇见宋青青的时候的场景。我有点尴尬，但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。找到白毅之后，就开始头也不抬地帮他整理东西。奇怪，有人开学还带保姆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带面巾纸了吗？可以借白毅一包吗？这是他跟我的第二次对话，但他好像已经忘了刚才和我的小插曲。他一直白毅个没完，我头很大，把纸递了过去。听说白毅没有女朋友，那他是谁？你好呀，我叫宋青青，白毅的青梅竹马。他和寝室里的人挨个打了个招呼，包括我。所有人都回应了他，除了我。后来因为我和白毅成为了室友，经常能看见他。他就像个小麻雀，叽叽喳喳的，很闹很吵。其实他话也不是很多，但就是每天都在围着白毅转来转去。曾经有人问白毅喜不喜欢他，我好奇地听了一句，白毅说不喜欢，只把他当朋友。我觉得他有点可怜。算了，关我什么事？都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。他每天好像不会累，我经常听见白毅拒绝他，他也不受打击，第二天又活力满满的出现在白毅面前。每天在寝室楼底，我都能看见他给白毅送早饭的身影。其实那早饭白毅自己很少吃，多数是直接送给别人。有一次，我于心不忍，想告诉他别再送了。他眨巴着大眼睛，我记得你，白毅的室友，能请你帮我带给白毅吗？那一次我什么都没能说出口，我就是欠，管他干嘛。可每次他都能给我意想不到的印象。那时候有个女生来和我表白，被我拒绝了，哭得梨花带雨跑了出去，正巧撞上从外面进来的他。他赶紧摆了摆手，对我说，我是来找白毅的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理他。我想女孩脸皮应该都挺薄的，可他不一样，我行我素的，像个打不死的小强。哦不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是永远朝气蓬勃的向日葵。他追了白毅多长时间，我就看了他多长时间。直到那天白毅和一个女生传了绯闻，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。我走小路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他一个人在那里哭。他竟然会哭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会多管闲事的给他递纸。谢谢。他接了纸，可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可能到现在他都不知道那天给他递纸的人是我。有一就有二，后来我才发现他是个哭包，真的超级容易掉眼泪。可一到白毅面前，就会表现得超级无所谓。他也不嫌累。白毅有这么好吗？就那么喜欢他？不对，我这是什么想法？他喜欢谁关我什么事？他这么笨，我关注他干嘛呀？司锦慈，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，可就在我以为有什么事的时候，他说能不能帮我叫一下白毅？不能。我很冷淡地拒绝了他。白毅，从我第一次见他，他就这样。要怎么样才能不这样？也许是因为我上次对他太凶了。后来他再也没让我帮他叫过白毅。不过每次他看到我都会甜甜的笑，他笑起来有2个小梨窝，还挺可爱的。但他很少笑，因为白毅对他不好，毕竟人家又不喜欢他。要我说，自作自受，换个人喜欢不就好了？小姑娘的心思真难懂。不对啊，我要懂她干嘛？我又不喜欢她。意识到自己喜欢宋青青的时候，是我们的真心话大冒险。我们在手机上玩的，跳出来的大冒险
是对在场的其中一位的追求者表白。那一刻，我就想到了宋青青，所以我故意输了比赛。当大家起哄我给宋青青表白的时候，我表面上强装淡定，内心暗爽，真的很开心，也很激动。我那时候又向白毅确认了一遍，他喜不喜欢宋青青，他的答案依然没变，不喜欢，我只是把他当朋友。哎，真可怜。我想，如果她是我女朋友就好了，我肯定对她很好。没想到的是，表白的时候，他竟然问白毅要不要答应。不出所料的是，白毅没有表态，而是和他划清界限。我一点也不意外，他又哭了。我就说他是个哭包，只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躲在了我怀里哭，还答应了我的告白。不过他也真是笨，刮到我了，真疼。他给我贴了5个创可贴，天啊，太夸张了吧！但是能被他照顾，感觉真的好。还没高兴2下，他就把给白毅点的奶茶递了过来，以为我不知道想送白毅的。哼，可笑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不允许我女朋友和其他人纠缠不清的。他竟然告诉我给他点时间，好吗？给就给。结果第2天就让我撞上了他来找白毅，一个人拿这么大个箱子，什么东西这么重要，不远万里跑过来找白毅？算了，我忍。我陪他一起到了寝室门口，我倒要看看有什么东西要聊。我给了他10分钟，他说保证完成任务，这才对吗？可10分钟过去了，他还没有出来，骗我。我走了，本来等着他来哄哄我，可是1个星期了都杳无音讯。可恶，他对白毅都不是这样的。今天终于等到他来找我，我很激动，却假装不在意。没想到他抬手就给了我1巴掌，说我骗他。明明是他耍我，竟然恶人先告状，坏女人！1个星期都不理我，还打我。我本来有点生气了，但是他又哭了，看得我没脾气。说开了之后，才发现都是误会。他原来是想和我谈恋爱，以为我骗他，才会这么生气啊。超可爱，脸红红的超萌，女孩子就是这么可爱的生物啊。没忍住偷亲了一下。宋青青是我女朋友了。